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凤凰。那么这次呢，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赛季的版本之子，尤其是在我们的伺服器十分火热的富贵奇和金麒麟。那么有关富贵奇的战法分析呢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有一部影片，10分钟看懂官渡之战的影片。这里先列出我认为的顶配配置，欢迎大家参考，以及根据自身状况来调整。根据目前的使用和对战经验呢，满红顶配的富贵奇绝对是有 T0 的水准，加上这季的10%经验增加，开服不到2周就已经有人50等了。那么这边呢，简单来说一下富贵奇的几个优点。第一，打地能力中上，相较于太尉队、各种孙权队等等，满红的富贵奇约30等可以稳打7地，40等呢就可以过9地了。练等的速度飞快，非常适合前面2队出。第二，没有特别的克星，目前对战的经验，对上大部分的主流满红队伍，几乎至少都有4-6开，打盾队接近90%胜率。即使是对上鼠枪队、洞察枪这些体系的队伍呢，也有5-5开。比较难打的只有孙权体系，但前期几乎都不会遇到。第三，稳吃太尉跟天宫盾。作为上一代的版本之神呢，高红玩家几乎都人手一对太尉盾或者是天宫盾，在大混战中呢，穿插富贵奇能有效阻止他们的一穿多。第四，多穿能力强。由于富贵奇优秀的战绩能力和控场，满红富贵奇只要脸不带黑的话呢，都能做到一穿多 ，T0 队当之无愧。那么富贵奇呢，有没有缺点呢？当然有啊，这里就跟大家分享几个主要的缺点。第一，不够富贵玩不了。富贵奇属于中速队伍，没高红的话呢，有几率扛不住突击队的爆发，影响表现。第二，共存的问题了。顶配的富贵奇呢，拿掉大量的强力战法，包括战臂、当风、夺魂、刮骨，都有机会呢是其他队伍的核心技能。走全低配的话呢，大约会降到 T1.5 的水平。其中一个建议呢，共存方案是富贵、群攻、吴奇、太尉，打到中期再按自己的喜好和红度来做以调整。总结一下呢，富贵奇目前的体验非常良好。那如果你有那个条件呢，当然会欢迎大家把富贵奇抽满抽好，但也跟大家说一声理性氪金啊。麒麟弓相信大家也耳熟能详了。就目前台服的生态呢，本服很多麒麟弓都改成以下的配置，又称之为金麒麟。目前主流的麒麟弓主要有几个配法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传统的8门无裆配法，主要是因为共存的关系，所以生态来说呢，大约停留在 T1 或者是 T1.5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姜维背蛇换战臂，老诸葛带竭力刮骨定点补血，庞统带援助靠战臂减伤加上识别保护全队的版本。听说陆服对这个配置呢的评价非常高，尤其是对战到单核法师队，例如吴枪、太尉等。那么这队呢，战绩来说会比传统的麒麟强。那么目前还感受不到强度有特别优异。如果大家有玩到这队的话呢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一下。第三种呢，则是今天要讲到的金麒麟，与竭力麒麟类似，一样是战臂加识别加援助加刮骨的 combo。战臂和8门最大的区别在于减伤和降输出的机制，这里就不详谈了。
简单的结论是，对方的增伤技能越多，八门的降伤效益就会越低。因此，对上曹操加风使的冤旗，或者是灵统加周泰加西凉铁骑增伤的无旗，八门麒麟的表现会比较差。而战壁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个人认为呢，金麒麟大约在有 T0 或者是 T0.5 的级数。至于识别，相较于无当，识别的输出一般会比较高，对到慢速的减伤队更是能躲过军民战壁等的减伤，并提供闪避和智力加成，算是无当的高阶版。那么这里总结一下金麒麟的优点：第一，相对于传统八门麒麟，金麒麟相对来说呢比较好打菜刀队，尤其是对上冤旗的时候，当然依旧还是被克制的一方。第二，多穿能力比较强，受惠于识别、扛伤害和输出都有所提升。运气好的话呢，挂上铁锁跟暴击一发就可以打上10000以上的输出，一般4回合就结束了。第三，躲异常状态，一样受惠于识别，规避的效果呢，有机会躲掉控制。主流队伍例如关羽的季琼、SP 袁绍的重兵横扫等，让庞通比较不容易被断技，输出会更加稳定。而刮骨相较于阴城有解异常状态，也会让庞统的发挥更好。第四，适合白板玩家。白板玩家若没有太尉盾或者是天宫盾之类的队伍呢，可以用金麒麟的配置，一对真 T0 的绝对比3对 T1、T2 来得强。至于金麒麟的缺点呢，第一，共存问题，识别、战壁、刮骨均是 T0 战法，很多队都会抢，比较建议前中期用金麒麟，后面的时候呢再做调整。第二，打野地变弱，打野地需要快速打出兵力压制，无当飞军前3回合有输出，因此战损比带识别的好。野地一般也没有大量的增伤技能，八门弱化2技的覆盖率比战壁好，再额外送一个先攻，打7地和8地的阶段呢会特别明显。总结来说呢，由于地图的改变和玩家越来越成熟，开战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前期会出麒麟的话呢，我都会建议先用金麒麟，中后期再考虑共存问题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2队 T0 队伍了。若大家有什么想法呢，或者是看法呢，都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。喜欢这部影片呢，请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是凤凰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